外戏骨有一个男人，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自己的身体，血液、心脏、睡眠，上百项指标。他曾经一天吞下上百颗药丸，他量身体的每一个细节，甚至把年轻儿子的血浆输进自己的身体。他叫 Brian Johnson， 一年花在不变老这件事上的钱超过200万美元。他想做的不是治好哪一种病，而是让自己不要变老。而在他背后是一整群地表最有钱的人，正把大笔大笔的钱投进同一件事，逆转老化。从这一刻起，资本要替我们定价的已经不只是治病，而是活得更久这件事本身。这一集生医帝国的最后一集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多活几年到底该值多少钱？前面5集我们看的都是生医巨头怎么替治病定价，从专利悬崖、疫苗豪赌到减肥针、卖工具，再到全世界最贵的药。但生命的定价权还有最后也最大胆的一面，我们一直还没碰。当钱不只想买治好病，而想买活得更久。今天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，我们就来碰它。当长寿也可以用钱买，寿命本身会不会变成贫富差距的新战场？有钱人能多活10年、20年，而其他人不行。这是科学的奇迹，还是一条我们不该跨过的线？这一集我们一样只把这个两难摊开来，不替你下判决。先说清楚，这群有钱人到底在估什么？过去医学是一种病配一种药，心脏病有心脏病的药，癌症有癌症的疗法。但这一群人压的是一个更大的想法，与其一个一个病去治，不如直接对付所有病的共同源头——老化。你想想，心脏病、癌症、失智、糖尿病，这些折磨老年人的病，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底色，就是变老。所以他们的赌注是，只要能让老化这个过程慢下来，甚至往回走，就等于一次推迟了几乎所有的老年病。医学上有个说法叫疾病压缩，意思是把人生最后那段卧病在床、被病痛折磨的时间，尽量压缩到生命的最末端，让人健康的活到很老，然后快速的走。这个愿景大到让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全都跳了进来。那他们到底砸了多少钱？答案会让你吓一跳。先看一家叫 Retro Biosciences 的公司，它的启动资金1.8亿美元，全部来自 OpenAI 的创办人 Sam Altman 一个人掏出来的。再看 Google， 他在2013年亲手成立了一家专攻长寿的公司，叫 Calico。10几年下来，投进去的钱超过10几亿美元。而最惊人的是2022年登场的 Altos Labs， 他一登场就募到了30亿美元，是史上最大的生技起手式。背后的金主包括亚马逊的 Bezos、矽国的投资人 Yuri Milner， 连诺贝尔奖得主山中伸弥都被请来当顾问。你发现了吗？出钱的全是地表最有钱的一群人。为什么是他们？因为他们有最多的钱，也对时间这件事最不甘心。那 Altos 的这30亿到底要拿去做什么？答案是一件听起来像科幻片的事，把老掉的细胞调回年轻。这背后的科学来自刚刚说的山中伸弥。他发现只要在细胞里打开几个特定的分子开关，就能把一个已经老化的细胞重新变回像年轻时那样充满活力的状态，而且不会抹掉它原本的身份，皮肤细胞还是皮肤细胞。这个技术叫细胞重编程，在老鼠身上，研究人员已经看到一些老化的迹象真的可以往回走。但请注意，这里用在人身上还非常非常远，而且风险很大。细胞要是被重设的过头，原本好好的细胞反而可能变成癌细胞。但你听懂他的野心了吗？他想做的已经不只是让人老得慢一点，而是真的把生理时钟往回倒。听起来很美，但现实狠狠泼了一盆冷水。我们回头看 Google 那家公司 Calico，他2013年成立，含着金汤匙出生，背后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科技公司之一，请来的是顶尖的科学家。大家都以为有了 Google 的钱和人，攻下老化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结果呢，10几年过去，遭要10几亿美元 ，Calico 真正拿得出手能上市救人的解药几乎没有。到了2025年
连他最大的合作伙伴一家大药厂都谈不下去，宣布喊停走人。这说明了一件残酷的事，在老化这个对手面前，就算你有全世界最聪明的钱、最顶尖的人，一样会碰壁。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他还买不到时间。既然实验室还做不出来，那等不及的人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市场早就把长收搬上了货架。你一定看过标榜抗老的保健品，号称能补充青春的 NMN、NAD 这类补充剂，一瓶一瓶卖得火热。卖的人会告诉你，这些成分能修复细胞，能延缓老化，但真相是，这些货架上的长寿，绝大多数都还没有被真正做到能让一个人活得更久。这里就是这一集的第一个两难。支持的人说这是希望，有些成分在实验室里，在动物身上确实看到了延缓老化的讯号，值得我们继续投钱往下做。但反对的人说这是炒作，能让你某一个指标变漂亮，根本不等于能让你多活几年。曾经就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，把一款连成分都没公开的补充剂，讲得上能逆转老化，最后在一片质疑声中辞去了学会的主席。是希望还是炒作？这条线很模糊，我们摊开不下判决。为什么这些抗老的东西老是停在保健品跟私人诊所，没办法变成正正当当人人都信的药？关键卡在一道法规的硬墙上。在美国，主管机关 FDA 根本不把老化当成一种病。这听起来很细，但影响非常大。因为一款药要核准，必须证实它能治某一种病。老化不算病，你就没办法名正言顺的去申请一款抗老药。药厂只能绕路，把抗老的成分硬挂在某个已经被认可的疾病底下去跑试验，又贵又绑手绑脚。有一群人想撞开这道墙，他们挑了一款很便宜的老糖尿病药，叫 Metformin， 设计了一个叫 TAME 的大型试验，想招募3000个人，追踪6年，看它能不能延缓各种老年病。等于想用数据逼大家承认抗老是真的有用。但矛盾的是，这个试验到现在还开不了工。为什么？因为 Metformin 太便宜，是过了专利的老药，药厂卖它赚不到钱，没有人愿意出这一笔钱。连做到抗老有用这件最起码的事，都因为不赚钱卡在原地。现在回到钱的问题，今天抗老最真实的样子，不是人人有份的药，而是有钱人的奢侈品。我们开头讲的 Brian Johnson 一年砸200万美元在抗老上，那一般人呢，一年花在保健上的可能就几百块美元，这中间差了上千倍。更夸张的是一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私人诊所，有的会抽年轻人的血浆，输进有钱客户的身体里，宣称能回春，1公升要价8000美元。这种疗法 FDA 早就警告过，没有证据，还有风险。但真正让人不安的是，它正在拉开一道本来就存在的差距。在美国，最有钱的那群人和最穷的那群人，光是预期寿命就差了将近15年。注意，这还是在抗老科技真正成熟之前。你可以想象，万一有一天这些昂贵的抗老疗法真的有效，那条寿命的差距会被拉得多开。当多活几年变成一件买得起才享受得到的商品，寿命年本身就成了贫富差距的新战场。所以回到这个系列最后的问题，活得更久到底该值多少钱？一边的人说，别急着骂这些有钱人，你看每一种新药几乎都是先贵再慢慢变便宜的。基因疗法、减肥针刚出来时哪一个不贵？如果今天不准富人砸大钱去赌抗老，那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去攻老化这个最难的难题。而且万一他们真的做出来了，让所有人最后那几年都少生点病，少受点苦，这对全人类是天大的好事。但另一边的人说，可是万一这件事成功了，却只有买得起的人才享受得到呢？那我们等于亲手造出一个世界，有钱你就能比别人多活好几年，甚至几十年。到那时候，活得久不再是运气或基因，而是一张用钱买来的门票。活得更久到底该是一种权利，还是一件买得起才有的商品？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一样不替你下判决。
从辉瑞和它的专利悬崖，到 Moderna 的疫苗豪赌，到减肥针大战，到卖工具的隐形帝国，到全世界最贵的药，再到今天这场替活得更久的豪赌——生医帝国。这6集我们看的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件事，那些生医巨头是如何替我们活着这件事一步一步的标上价格。从治好一种病到多活几年，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被放进了一张价目表。药让我们活得更好，活得更久，这是人类了不起的成就，但它同时也逼着我们去面对一个越来越尖锐的问题：当生命可以被定价，我们愿意把这个价交到谁的手上？这个系列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6集让你重新想了一遍一条命到底值多少钱，请按个赞，追踪频道。生医帝国，谢谢你陪我们一路追到了最后，我们下个系列见。